大家好，这里是鹏鹏美食房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原来用陈醋把枸杞泡上2天，作用这么厉害。这个是村里老人的传统做法，方法简单省钱又实用。只可惜有很多朋友并不知道，那么就跟着我的视频来看一看吧。枸杞我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，它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材，而且它的食用方法也特别的多，不仅可以直接拿来食用，还可以拿来煲汤泡酒，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用它来泡水喝，这也是最简单的方法。枸杞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价值，其中包括矿物质、维生素、氨基酸以及多种生活活性物质。有一句老话说得好，人到中年不得已，喝啥都得配枸杞。这一句话不是开玩笑，就足以说明枸杞当中的营养价值有多高。然而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，枸杞我们不泡水、不煲汤也不泡酒，它是一种新吃法，这可是老人们留下来的传统做法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准备20克左右的枸杞，我们可以看见枸杞表面凹凸不平，非常的脏，所以我们需要在枸杞中加入1勺淀粉。淀粉大家都熟悉，没错，就是我们平时炒菜勾芡用的。接下来用你发财的手开始抓拌，让每一粒枸杞上面都均匀的裹上1层淀粉，因为淀粉具有非常强的吸附作用，这样一来就可以很好的把枸杞表面的灰尘给吸附下来，把它抓拌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往枸杞中加入水，记住这里一定是用凉水，再把枸杞淘洗一下，将上面的淀粉给洗掉。洗掉淀粉的同时，上面残留的灰尘也会被吸附下来，所以无论再有营养价值的食材，食用之前我们也一定要将它清洗干净，这样食用起来才会更加的放心，也会更加的健康。刷洗过后，我们可以看见里面的水它有多么的脏，然后将水倒掉。倒水过程中准备一把漏勺，防止在倒出的时候枸杞一不小心给掉下来。最后再打开流水，将枸杞冲洗一下，时间也不需要太长，冲洗3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。主要就是把表面残留的淀粉给冲洗干净。当然在冲洗过程中，我们也需要用手不停的翻动，防止底部的枸杞冲洗不到。洗好之后，我们将漏勺抖一抖，尽量把上面多余的水分给抖下去。最后把枸杞倒入盘中，这里一定要用盘子，不要用小碗，因为盘子它比较的宽阔。然后用手将枸杞给它扒开，尽量不要让枸杞叠在一起，因为我们还要把枸杞表面的水分给去掉，所以我们这里就需要用到盘子，这样才不会让枸杞叠加在一起。扒拉好过后，用一张纸巾将它盖在枸杞上，然后用手轻轻的拍打，这里拍打千万不要太用力，否则枸杞就会被拍扁，从而可能导致营养流失。餐巾纸具有非常强的吸水作用，因此用餐巾纸可以很好的去掉上面的水分。当然如果你有时间，也可以把枸杞
放在太阳下晾晒干。当然，可能你并不知道，枸杞不像其他的食材，它在高温下会越来越软，即使是在太阳下也是如此哦。直到将上面残留的水分擦拭干净以后，然后将它倒入一个小碗中备用。最后我们还需要准备一瓶陈醋。陈醋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，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调味品之一，也是4大名醋之一。它的特点就是颜色非常浓，液态清亮，醋味醇厚，尤其是它的酸更能体现出陈醋的特征。同样，陈醋也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，其中含有氨基酸、有机酸、维生素等等。然后我们把盖子打开，然后把陈醋倒入枸杞中，将枸杞进行浸泡。朋友们，不知道这种做法你有见过吗？如果没有，就赶紧试试吧。然后再搅拌搅拌，让每一粒枸杞都均匀地浸泡在陈醋当中。最后用保鲜膜或者保鲜套给它包起来。在包的过程中一定要密不透风，这样一来，枸杞和陈醋在密封状态下，味道才会更加浓郁，效果也会更加好哦。然后泡上3天，然后泡上2-3天，我们用手按一按保鲜膜，已经包好了。在炎热的夏天，我们尽量把它端入冰箱。浸泡时间到了以后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把保鲜膜给撕开。哇，一股浓浓的酸味扑鼻而来。那撕下来的保鲜膜或者保鲜套不要扔掉，我们可以再次利用。这样一个陈醋泡枸杞就已经制作好了。我们可以看见，经过2-3天的浸泡，枸杞已经变得颗颗饱满，因为它当中已经吸收到了足够多的陈醋汁。那么我们要怎样食用呢？只需陈醋一勺，放入碗中或者杯中，然后可以加入一勺白糖或者红糖，然后这里我们用温开水进行冲泡，当然水温大约在50到60度左右即可。然后用勺子搅拌一下，让加入的白糖全部融化至水中，这样就可以起到一个稀释陈醋中酸味的作用，喝起来口感酸酸甜甜。当然，不怕酸的朋友可以直接这样喝，每天喝上1碗这样的陈醋泡枸杞，喝上一段时间过后，你就会有大大的惊喜与发现哦。因为这是老人们留下来的智慧与结晶，帮助很多朋友解决了大问题、大烦恼，一年可以省下不少钱。如果你平时也喜欢用枸杞泡水喝，那么就赶紧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试一试吧。好了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点关注不迷路。这里是鹏鹏美食房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